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文天下，我係思思。2024年，魷魚科技呢間曾經嘅科技明星企業，迎來咗佢哋歷史上最慘淡嘅一章破產。呢家公司之前有100多億嘅融資，3000多項嘅專利同埋尖端嘅技術，但係依家卻變成咗被執行人。面對超過200條重要風險同埋100條司法訴訟嘅壓力，魷魚科技最終都係冇能夠逃避失敗嘅命運。創辦人劉志宏個人都受到咗高消費嘅限制，涉及78個司法案件。之前喺深圳機場好搶眼嘅魷魚屏幕，依家變成咗無人問津嘅電子垃圾。呢家曾經打破韓國技術壟斷嘅企業，佢哋嘅破產之謎引起咗業界嘅廣泛反思。魷魚科技嘅破產引發咗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：點解喺破產嘅最後一刻冇人伸出援手呢？回顧2020年，泰媒體同劉志宏嘅一場公開對話，曾經引起咗對魷魚嘅質疑風暴。破產之後，魷魚更加被諷刺為深圳4大韭菜收割機之一。不過，將魷魚科技歸咎為韭菜收割機似乎好唔公平。魷魚嘅屏幕技術曾經喺央視70週年國慶文藝晚會上大放異彩。當時魷魚係唯一提供黑科技舞台道具解決方案嘅科技企業。登上央視嘅魷魚目的明確，向外界展示佢哋作為科技公司嘅身份，同埋中美兩地嘅共同研發成果。魷魚科技呢家曾經喺資金同埋政府支持下無憂無慮嘅公司，依家卻面臨住前所未有嘅財務危機。劉志宏曾經好有信心咁將魷魚落地喺深圳，呢個被譽為中國嘅硅谷。佢認為呢度係技術創新嘅聚集地，可以迅速將技術轉化為產品。2015年至2020年間，魷魚科技獲得超過咗8輪融資，估值高達500億，成為業界注目嘅焦點。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魷魚科技嘅財務問題開始浮出咗水面。2018年，魷魚自建嘅柔性屏大規模產量線號稱世界首條，佔地10萬平方米，被列入為深圳市2020年重大項目計劃。但就係喺1年之後，魷魚嘅資金鏈已經顯得緊張啦。2021年，有人自稱係魷魚員工嘅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爆料，話公司已經拖欠咗1000人嘅薪水近半年。同年，供應商佢哋聚集喺魷魚辦公嘅樓下，要求償還尾款。外界嘅睇法都係由讚揚轉為咗質疑，魷魚係咪仲有能力維持正常運營呢？到咗2022年，魷魚科技嘅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，大部分嘅員工都被要求強制放假，而喺總部嘅門口，員工佢哋舉住橫幅同埋標語，要求公司發放工資。據統計，魷魚欠員工嘅薪水高達4100多萬元。喺呢場財務風暴中，魷魚嘅獨立董事劉朱威發文，請救魷魚珍惜從0到1嘅研發成果，直言魷魚科技唔擅長尋找客戶，呢個成為咗公司嘅軟肋。深圳政府都喺度努力咁拯救呢家曾經嘅科技明星。2023年8月，面對魷魚科技嘅財務困境，深圳市政府成立咗專項嘅小組，試圖拯救呢家曾經嘅科技翹楚。政府嘅支持源自於2個原因：一係魷魚科技曾經獲得大量嘅政府投入；二係魷魚擁有獨特嘅技術路線同埋眾多嘅專利，被認為具有救援嘅價值。儘管係咁樣，魷魚科技仍然冇辦法逃脫3年累計超過30億元嘅淨虧損，成為咗一個冇辦法填補嘅財務黑洞。魷魚科技嘅破產引發咗業界廣泛嘅討論。魷魚係咪真係因為揾唔到客戶而走向破產呢？喺魷魚嘅背後可以見到2大國際巨頭 IBM 同埋三星嘅影子。魷魚對於呢2間公司嘅盲目崇拜，
模仿同埋複製，最終導致咗佢哋嘅失敗。魷魚科技喺專利方面嘅策略受到咗 IBM 嘅強烈影響。IBM 以專利之王嘅號稱聞名於世，連續29年位居美國專利排行榜嘅首位。一年之內申請嘅專利數量高達9000多項，為公司創造咗超過270億美元嘅知識產權收入。受到 IBM 影響嘅劉志雄，將公司嘅重點放喺咗專利嘅申請上面。魷魚科技喺2015年之前就申請咗300項國內外技術專利，其中一項專利技術刷新咗全球顯示領域嘅世界紀錄，將1000萬個晶體管嘅收縮捲曲半徑做到細過1毫米。不過，劉志雄對於專利數量嘅過度追求，似乎忽略咗公司經營嘅本質。喺佢嘅眼中，唯一能夠同魷魚匹比嘅對手係三星。模仿三星嘅策略，魷魚採訪咗更加冒險嘅步驟，強行去庫存，試圖喺擁有核心柔性屏技術同可摺疊技術嘅全球範圍內同三星競爭。2019年，魷魚科技面臨咗一個嚴峻嘅挑戰，佢哋生產嘅屏幕數量高達31.4萬片，但係銷量只有5.27萬片。喺呢種庫存嘅壓力下，魷魚決定唔揾合作夥伴，而係獨自進軍消費電子市場，推出咗智能摺疊手機魷派。呢個策略意圖係自供自銷去庫存。劉志雄希望魷魚能夠模仿三星，獨立咁樣完成所有產品嘅開發。魷派手機嘅發佈會喺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。呢款手機集成咗魷魚嘅110多項核心技術專利，起售價為8990元。2020年9月份，魷魚繼續推進佢哋嘅屏幕技術，發佈咗魷派2，聲稱佢哋嘅屏幕能夠承受超過180萬次嘅彎折，定價接近1萬元。儘管魷魚一直宣傳自己係真正意義上嘅硬科技公司，擁有世界級嘅平台型技術同埋頂尖嘅專業團隊，但係市場嘅反應似乎卻並唔熱烈噃。用戶更加係傾向購買於實用嘅產品，而唔係只係為咗理想同埋專利之父。結果魷派手機嘅銷量唔佳，最終喺二手市場上淪為咗電子垃圾。喺魷魚科技嘅破產事件中，仲牽涉到華為呢一個行業巨頭。魷魚內部透露，華為曾經提出投資魷魚科技，並專門為華為供應柔性屏，但係魷魚拒絕咗呢一個投資。呢一消息似乎係魷魚喺度有意無意中提升自己嘅地位。然而，華為隨後就闢謠，話未有呢個投資計劃，亦未提出過投資嘅要求。魷魚科技同埋客戶嘅關係都顯得並唔融洽。佢哋嘅招股書中顯示，喺過去3年半嘅報告期內，前5大客戶中冇有一間同魷魚保持持續嘅合作。呢一暗示咗魷魚喺各方面嘅表現都唔盡人意，擅長只係一錘子嘅買賣。魷魚科技嘅故仔就好似一面鏡，反映出咗好多嘅概念公司空想嘅軌跡。呢間公司之前大力宣傳佢哋嘅超低溫非硅技術，聽落好似好革命性，但呢項技術並未得到咗其他手機廠商嘅認可或者應用。由於呢個秘方技術似乎只存在於公司嘅自我介紹中，而喺揾合作夥伴上就步步維艱啦。更加關鍵嘅係，魷魚喺供應鏈同埋產能上嘅薄弱環節，同京東方、和輝光電等行業同行相比，佢哋嘅 OLED 面板嘅產能顯得尤為不足。魷魚嘅基礎未穩固，卻急於追求技術創新，忽略咗技術嘅實際落地應用。喺呢種背景下，魷魚本應該透過同大企業嘅合作嚟建立自己嘅聲譽同知名度。但係魷魚選擇咗自行進入手機市場，既想做供應商，又想做手機嘅製造商，呢個導致咗同其他手機廠商嘅競爭關係，令到冇廠商願意採用佢哋嘅產品。
魷魚嘅破產並非係無跡可尋，早就有人警告創業公司呢種燒錢做法風險極大。劉志雄嘅理想主義回答顯示，佢可能低估咗資金嘅重要性。資金對於任何一間公司嚟講都係生存嘅基礎，現金流比利潤更為關鍵。結果，魷魚生產嘅產品冇辦法滿足手機廠商嘅要求，唔單止良率低，使用壽命都短。最後，魷魚團隊對資金燃燒速度嘅誤判，同埋對技術應用嘅浪費，將公司推入咗深淵。魷魚科技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即使係技術再先進，如果唔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同埋建立穩定嘅客戶關係，企業都難以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立足。成功嘅企業唔單止需要創新，仲需要深入咁樣了解同埋滿足用戶嘅實際需求。魷魚科技嘅案例係一個關於市場定位同埋客戶關係管理嘅重要教訓。今期嘅視頻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見。鍾意我嘅視頻請點讚、關注、訂閱支持我，拜拜。